口感比不过鲜牛奶，营养拼不过纯果汁，年销曾破200亿的营养快线，真的被消费者抛弃了吗？很难相信啊！营养快线在10几年前还是早餐替代品，巅峰时期的2013年，它狂揽200亿销售额，把同期的可乐、果汁都甩在身后，相当于每天有近5500万瓶营养快线被喝进肚子里。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更是放话，营养快线卖得比水还火。可谁能想到，这个曾承包90后和00后的童年味觉饮料，如今却在货架角落积灰。据公开数据报道，营养快线的销量从年销4亿箱跌到了1.5亿箱，下降幅度超62.5%。曾经被谣言缠身，传出里面含有胶水、塑料的水果酸奶饮品，里面真的有营养吗？从国民饮品到无人问津，营养快线这趟过山车怎么就成了时代的眼泪了呢？2004年，靠饮料起家的宗庆后遇到一个大难题，当时娃哈哈偌大的企业却只有一款 AD 钙能拿得出手，而对手小洋人靠着妙炼在当时火得一塌糊涂。当时的饮品市场要么是保质期短、口感单一的纯牛奶，要么是被贴上不健康标签的碳酸饮料，又或者是浓缩果汁。于是娃哈哈灵机一动，也开始打造有营养的饮料，把牛奶的醇厚和果汁的酸甜结合起来，不就刚好解决了营养加方便加好喝的3重需求。于是在2005年，营养快线正式面世，打出早餐喝一瓶，精神一上午的口号，直接把自己定位成了早餐。在当时这个定位能有多聪明？家长们一听营养2字就挪不开脚，推出的500毫升大瓶装刚好满足一顿早餐的需求，定价3块钱，而这个价格也卡在了纯牛奶2块和瓶装果汁4块之间。到了2005年，它的销售额就将近8亿，之后营养快线的销售额每年持续增长，2006年达到了26亿，2013年更是冲到了200亿巅峰，占了娃哈哈总营收的近1/5，成了实打实的现金牛。可好日子还没过多久啊，营养快线就开始衰落了。最先出现问题的就是它赖以生存的营养标签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较真，这瓶又甜又稠的东西真的有营养吗？2011年，正处于巅峰时期的营养快线遭遇了乳胶们事件，越来越多的人说营养快线中含有有害物质，会导致健康问题。可尽管后来娃哈哈出面澄清，但谣言带来的杀伤力已经造成了此。虽然进营养快线已经走出了谣言的阴影，但它的辉煌也早就停留在10年前了。而彻底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无疑是创新品质。营养快线在口感上，昔日浓稠甜腻的味道在当年是优势，但现在全成了槽点。年轻人开始追求低糖清爽口感，元气森林的零糖零卡，三得利的无糖茶，东方树叶的天然低糖都成了营养快线最直接的对手，尤其是旺仔牛奶。两者同为童年回忆，但旺仔却能靠梗重新翻红，还推出来了旺仔牛奶糖、旺仔周边等产品，形成了 IP 矩阵。而营养快线除了饮料本身，几乎没有衍生产品，自然在竞争中落了下风。再看产品创新，这么多年来，营养快线只推出过寥寥几种衍生产品，但都是换汤不换药。反观竞争对手，光是乳饮料赛道就有伊利 QQ 星、蒙牛未来星、君乐宝乐、钙等精准细分市场，而在方便早餐赛道又有即食、燕麦、三明治、饭团等替代品，所以营养快线的不可替代性越来越低。面对销量下滑，娃哈哈不是没挣扎过。2019年，营养快线推出低糖版，把含糖量降低了30%，但口感变得寡淡无味，老顾客户买账。2021年又推出营养快线坚果椰植物蛋白版，但定价偏高，比同类产品贵了不少，销量惨淡。2020年甚至跟风推出营养快线联名款，和动漫斗罗大陆合作，但因为产品本身没有本质变化，还是没能掀起水花。有人说，营养快线的衰落是时代的必然，就像曾经爆火的正新鸡排，如今已经被炸鸡取代，而营养快线也被更健康、更潮流的饮品取代。如今营养快线想东山再起也未必容易，毕竟现在的市场格局早就今非昔比了。